嗨，大家好，我杰夫。我们基本上在打乒乓球的时候，不会只有一颗球。那当你想要多带一点球的时候，你又会再度遇到问题，就是你会一直需要弯腰捡球。我们在上课或者是在做多球训练的时候，你就会需要一支捡球神器。喜欢我的朋友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立马出发。今天我帮大家整理市面上各式各样的捡球神器，分享我的使用心得。只要你开始接触桌球，你就一定会遇到捡球。捡到后来呢，你会影响到你打桌球的心情，严重的你可能影响到你打桌球的热忱。我从国一，不对，我从小学一路捡球捡到现在，也捡了数十年。在捡球的领域里面，我应该也还算是个专家。小时候教练常说球打不好，你去那边捡球。今天我直接帮大家整理出3大捡球神器。今天我会针对每一类的捡球器做深度的分析，包含它的方便性、重量、收纳性及可以捡的颗数去做分享。第一类清洁型，也就是各大学校或者是家中最容易取得的扫把跟畚斗，也就是把球当垃圾在扫，平常最容易随手可得，重量约莫在 0.6 公斤，价位大概会落在150到500块之间不等。优点是在我们实测当中，它可以迅速的把边边角角的球都可以捡起。当你要把球倒回篮子里时，也还算相当方便，单手就可以操作。但缺点是在扫球的过程当中需要2只手，无法进行单手的操作，加上如果你是外出去运动中心打球的人，那它的携带性也会比较不方便一点，只能针对固定的球室或场地使用。畚斗因为是塑料材质，所以它长时间使用，经过一些碰撞，边边角角也会产生一些破裂的情况，损坏率会比较高一点。再来就是因为扫把的毛非常容易卡灰尘，它毕竟是一支扫把，所以你在扫球的过程当中，你会把场地的灰尘一起扫进畚斗里，那很容易造成球非常容易脏。球脏了，你的桌子跟你的球拍也就会容易脏，对球室的环境整洁影响会稍微比较大。站立不动的情况下，我们经过我们的实测，大概可以直接扫入27颗左右的球。第二类挤压型，这类型的捡球器在网络上是最多人在贩售的。它靠着底部的弹性的线条，将球造成挤压，让球挤进盒子内。只需要单手操作，捡球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惬意感。但当球倒回篮子里面的时候，就需要双手，且不容易倒出，因为它的双球的盒子比较深一点。基本上这样的设计只考量在捡，并没有设计在考量在倒出来这件事情。这一系列的捡球器，它的下盘都是偏重的，你才有那个重力加速度去挤压那个球进盒子内，所以要提起来倒进篮子里的时候，相对比较费工。重量约 0.8 到1公斤左右，价格约300到1000元。还有一种挤压型是做成滚筒状，原理是一样，捡球时确实比较局限，因为都要从上往下施力进行挤压，进球的那个缝隙做工也相对比较重要。如果缝隙太硬，它在挤压时容易把球也压坏，或者是压到变形。那如果缝隙做得太软，你的进球量就会不够多，因为当你进球量太多的时候，它会再度跑出盒子外。如果缝隙做得太软，进去的球累积过重，就会再掉出来。再来，只要你其中一条挤压线损坏，那基本上整个的捡球器就坏掉了。使用上面大家务必注意，在收纳或携带上面也较为不便。站立不动的情况下，单次捡球量约莫11颗。第3类渔网型，按字面上的含义呢，它就是像一只捞鱼网一样，可以单手操作，但它的网子的洞比渔网还要大。这样的设计就是避免你捞球之后把灰尘也积在网子内。如果你买的是一只渔网，那你的整个渔网
里面就会全部都是灰尘。那把洞做的比较大呢，它的灰尘就可以再度从网子里面掉出，就不会粘着球倒进球篮里面。这支渔网的边框采波浪形设计，且比一般的渔网做得更细，且更加有韧性，让你在捞球时更容易让球滚进网内中。在这3款里面，渔网型的捡球器也相对比较好携带跟收纳，它也是最轻的，约莫0.3公斤。在倒球进篮子的时候，它需要用双手，因为你的另外一只手要去拉住那个网子，但因为重量够轻，也不会感觉到吃力。再来，我要讲缺点，它在捞球的过程当中，它必须要有一个角度，才能瞬间捞起。如果角度不对，或者是速度过慢，球是无法进到网内的。有点像切球的那个瞬间的力量，但并不是那么大力就是。再来，因为它的渔网洞很大，边框很窄，所以使用上面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怕它坏掉的感觉。目前我用到现在将近2年的时间是都没有坏掉，也因为它需要有一个角度才能把球捞起，所以它的杆子是做可以伸缩的，可以依照你的身高去做杆子的长短的调整。再来，我在市面上没有看过其他牌子有出过类似这样的渔网型的捡球器，所以它的售价大概会落在700块左右，应该也是这3款里面比较贵的。站立不动单次捞球约莫大概是50颗，也是这3款单手一次捞进最多的球数。目前这支是我主力的捡球器，它陪我度过数时间的运动中心跟球馆。好，最后分享一下这一支 DIY 的捡球器，是我有一次去拍比赛的时候，一个裁判大哥他自己做的，送给我的，上面还有他的名字哦。那他说他做给很多周遭的球友，他送我一支，我超开心的，超感动的，难得还收到小礼物。那这边就稍微分享一下他制作的方式，他一样是用一个不要的扫把的杆子，加上一个可能是一个奶粉的铁罐，那加工一下，它一样可以变成一支挤压型的捡球器，很特别。如果你家里有这些，正好有这些不要的东西，不要的要回收的器材配件，你就可以把它制作成一个最便宜、最低单价的捡球器，你就不要再管它的什么好不好捡啊，或者是耐不耐用啊，反正它就是你的美劳作品，好不好？那今天这集呢，3类型的捡球器评测，微微的评测就到这边，希望对各位有帮助。那你平常如果有长时间在打球，或者是每一周都要去运动中心打球的朋友，建议你随身携带一支捡球器，你可以打起来的气氛会更好。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，喜欢的朋友就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希望这集对大家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